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满族军赵丽颖也是真正适合登这个职位的赵丽颖，为什么选李沁呢？在爱奇艺视频独家传播的小精灵合奏节目《拜托》中，李沁饰演的冠军于登登在节目中的表现十分抢眼。当他抬起左脚时，他还留在凳子上，喝得酣畅淋漓，女王命先锋的气息蓦地浮现，声音犀利而有力，为生意做好了准备，具有冠军的风格。李沁也长期演过很多装扮剧，比如《楚乔传》《如懿传》，但她们都不是女英雄。此次出演《满族统治者》，更是向着装扮职业迈进了一步。随着剧情的推进，李沁的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首领的计划非常有成效。事实上，对于登登的工作，很多网友都觉得还有一个艺人很讲道理，她就是赵丽颖。说起赵丽颖，大家耳熟能详的勇敢女装剧《花千骨有飞》《楚乔回忆录》，你知不知道应该是绿肥红红 ？Slim 是艺术品。更何况赵丽颖在穿搭秀的角色上也是出类拔萃，举止得体。随后，如果赵丽颖饰演于登登，也应该是一个普遍的好决定。最重要的是，按照满族主宰的拍摄季来看，赵丽颖是分不出来的。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2021年9月9日开始录制。截至目前，赵丽颖刚刚掌握了都市商战节目《野蛮发展》的内容。《野蛮发展》10月2日开始录制，2021年。虽然比满族军晚了将近1个月，但其实赵丽颖需要更多的机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拿到满族军这档节目。另外，以赵丽颖的演技经验来看，她是最能担当起底线的贵妇角色的。比如在《楚乔传》中，赵丽颖扮演了一个奴隶楚乔，从基地改变命运，守护着众生。前段时间在优酷视频播出的乡村劝说节目《满族万户》中，赵丽颖饰演的何兴福，同样是出身贫寒家庭的党支部书记，带动居民创业致富。在这2个题材各异的节目中，赵丽颖的工作成果异常丰硕。《满族统治者》这部剧讽刺成分较多，基本没有折磨成分。另外，李沁在长相和演技上也算是比较符合这份工作的情况了。第三，从赵丽颖的年龄和经历来看，她是1987年被带到这个世界的。虽然她比李沁大4年，但她是一个有孩子的妈妈。在节目《满族统治者》中，冠军于登登更加的朝气蓬勃。无论如何，赵丽颖对青春洋溢的淑女形象的表现，就像行为不端一样，多半是欠缺的。事实上，即使有这些活动，她看起来也不正常和真实。不管怎样，李沁这种方式没有问题，一切都很完美。很显然，赵丽颖无疑是一个普遍优秀的艺人，有着大众女神和花旦的称号，这与她的努力没有区别。的确，很快，赵丽颖主演的另一部古装女励志节目《月之传奇》就要播出了，牵手知名艺人陈晓、袁姗姗等，让我们拭目以待。主要关注送出最后预告，靳东受伤，诚意哭戏演技遭嘲。继晚春遭遇重头戏的逆袭后，9月以来，电视剧市场再度陷入低迷。无论如何，从现在开始，收视保障靳东和新晋明星诚意的最关心的问题总算能沟通了。影片基本讲述了前世星城宫廷高手和学生一伙的故事，如今散落在各个初步阵地。靳东和诚意的扮演决定了，这也是2人从未涉足过的工作类型，让人期待。从近期曝光的路透社及相关剧照来看，该剧虽然有几位主要艺人，但也有不少老戏骨，可以说是增添了一抹亮色。这部电视剧的筹码不多，靳东是最受关注的艺人，电视剧中扮演的审判者的工作会以一个正常人的画面来展现。剧中，他不仅与长辈亲切交谈，还与另一半合作，
更意外地与另一半一起哭泣。在传送到来时正式下达的最后一份宣言中，靳东真的被一方伤到了，真是不幸。这次在众多老艺人的参与下，能正常发挥，对程毅来说至关重要。说实在的，在大部分偷拍中，程毅的演技都一般，但最后一次看他的一个哭戏却被无数网友斥为太假了，因为发音太假了，和眼泪无论如何都没有引起同情，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使个人认为他非常有趣。不能说在元素电影的传输过程中是否也会允许人群播放。细读者，主要问题终于要传达了。你会留在电视前并增加评价吗？你觉得这部电视剧的最后一个分数会破1吗？03。电视剧主要关注点今晚播出，期待靳东程毅的两大男神。现时由刘国彤统筹，靳东、程毅、蔡文静主演，王秀珠、曾梦雪、王莎莎、王雅、吴章、胡浩博主演。本期节目将于今晚在湖南卫视播出，芒果 TV 和爱奇艺将同时播出。湖南卫视周一至周四晚8点，周五、周六晚9点播出。后续节目附文。该节目讲述了新时代个人任命当局的使命。兴城地方人民法院常务法官袁涯靳东市和荣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一庭委任法官刁宇飞、王秀珠是2名替补。兴城地区人民法院副庭长张卫民。3位老师和学生一直用他们的童年和鲜血为我们国家的法律理由做出承诺。目前衙员的替补和合法的得力助手周以安、程毅是最近转为候审法官。之前的导师和学员们的聚会，现在已经散去各个预备岗位，继续闪闪发光。叶欣、蔡文静是超律探案处的年轻女性骨架，从天而降，为兴城法庭带来了更多的变化。更进一步，本剧讲述了这3个时代的法庭个体，针对每一个情境，传递着法庭管理的优良实践，不断地坚持公平、博大、人性的现实。本期节目由靳东和程毅2位大咖出演，既是明星节目，又是非常合理的电视剧，主题很基础，正能量，显然质量不会太差。靳东是一位多年涉足演艺圈的老艺人，现在称他为老戏骨一点也不为过，但他的颜值和神态还是比得上一部分正在进行的极简新肉。修直最初是在10多年前看电视剧《东方朔》时见到他的，他在剧中饰演韩系武皇刘彻。大概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演尺子的艺人很棒，画质不错，演技也不错，于是上网查了一下，发现他就是靳东。后来看了他演的很多电视剧，最喜欢的还是他演的政府特务冲突剧演员。我觉得演员是我看过的最好的秘密行动冲突节目。程毅也很有可能是最近最撩的男艺人，他的颜值和演技都在网络上，其他任何方式都不可能获得大部分网友的好评。具体来说，前段时间名扬四海的沉香更是名扬四海，成为了无数女伴心中的男神。当我看到程毅扮演候审时，我也很好奇候审是什么。由于之前修智没有接触过这个角度，我也不是很确定，所以因为这个节目，我也看了一下。什么是候审？决策共享框架暗指内部法官数量的保证法院目前的基础。根据初步责任，法院管辖范围内附近的人口和货币改善程度，以及不同的变数，真正合格的法官并非一成不变。新的初步活动文书和中途行使国家法定权力的安排，将保证审判人员的合理性和熟练性。法官任职是法律数量框架的产物，个人是指法律人员，总和是标准，意味着法官的数量应该有一定的分配。例如，曾经有100名法学教师，其中有40名审判员。目前规定必须有30%的指定权限，所以只需30名评委就可以增加，剩下的10名没有得到该部分的评委将不再担任评委。下面是议案前1周的追求日程。
最后，期待靳东和程毅在剧中的精彩表现。修智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情节匪夷所思、情理之中、正能量满满的电视剧。我真的很想相信你可以在备注区留言，表达你的观点和感受。假设我说的话有些不对劲，如果不是太麻烦的话，对我